哎，怎么样？海神娘娘甩脸子了吧？300亩的盐池啊，让海浪荡的是一马平川。他活该。咱们即墨啊，煮海水取盐都几千年了。哼，可笑！他孟纯德，这是异想天开，标新立异，晒盐呐，他能晒得出来吗？海龙王啊，就发怒了，一个啊这，就把他判血本无归了吧？是师爷，还是你有远见呐！幸亏当初没有把钱借给他，否则那可不是，我聪明嘛，没这个，不然啊，那倒霉的是我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呢。一位富甲一方的盐商，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落魄户了。师爷，你家二姑娘与孟公子、孟若水的婚约还在不在呀？我儿子可一直在等着呢。哎，说什么呢？做什么事儿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吧？我跟池爷早就打好招呼了。哎呀，你们不要争！哎，我这个人呢，那是讲信誉的，只要孟家按规矩办事，我就不会反悔的。是，师爷，这孟家是盐商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。盐商怎么了？这一场风暴，不彻底把孟家给打垮了吗？哎，池爷，依我看，这盐商绝非一般人物啊。那年我去苏杭西子湖畔德月楼，我花了20两银子，摆了一桌席面，这鸡鸭鱼肉丰盛极了。我一拨朋友是猜拳行令，胡吃海喝呀。哎，当时我觉得是很有面子。20两银子，你当然很有面子了。池爷，吃到半截的时候，你猜怎么着？打外边进来一位爷，穿的行头啊，稀松平常，哎，可他的神态呀，池爷，让你是一眼难忘啊。是不是我这样的神态？池爷，我跟你说啊，他那股劲儿，有牛气、傲气、杀气。对，这3种气加在一起啊，那是霸气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皇亲国戚。不是，我苏杭的朋友说了，那是一位盐商。盐商啊？他吃的什么？简单，1碗蛋炒饭，1碗鲜鱼汤俩子儿啊！哎，这个数5两。 50两。哎呀呵，厉害啊！为什么得花这么多钱呢？池爷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这碗蛋炒饭那可不一般呐。这碗饭每一粒米，都要完整无缺，粒粒分开，每粒米都要泡透带汁。池爷，这米粒儿是外面金黄，心儿内雪白呀。没什么了不起。吃这碗饭，可是要配百鱼汤的呀。百鱼汤啊，池爷，这汤里有鲫鱼舌、鲤鱼白、鲢鱼脑、斑鱼肝、黄鱼鳔、鲨鱼翅、鳖鱼群、鳝鱼血、扁鱼滑水、乌鱼片呐。哇，就差龙肝凤胆了啊！谁说不是啊？当时我就想啊，能吃上这碗饭，喝上这碗汤的，池爷，那除了皇上，可就是盐商了。这是皇上不敢当啊，可是盐商嘛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天算要靠我来算。我说啊，这个咱们就这么吃饭啊，也没什么意思。既然有个算命先生，我们让他测个字啊，给咱们助助酒兴，好不好？走，好主意。这位先生啊，请问你从哪里来呀？占卜之人不问来路。那能否给我算个命啊？当然可以。哎呀，坐，谢谢啊。给我测个字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这个测字有什么讲究吗？
当然有。字体如人体，有冠必有履。一字沾一事，要求求占者心要诚，字要脱口而出，才能感应天机。若犹豫再三，亵渎了神灵，便算不准喽。有道理啊，天人合一嘛。那个柱子，3点水那个柱子。柱。左边3点水，右边是个主人的主字。这个主便是你本人，去掉主字上边那一点，便是个王字。王的意思一般是指帝王而言，可我等不敢妄谈帝王，于是便有了另外一种说法，叫占山为王。你身处即墨，完全有这种可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当然。不是指占山为匪，是富甲一方的王。再把去掉那一点儿加在这个王字的腰上，变成了玉字。那么这个玉字和金字同为财富的象征，你定是腰缠万贯。好，真准呐，真准！那个3点水又怎么解啊？水，3点水当然是指水而言。水代表什么呢？当然是水往低处流。你也要随着水往低处流，流到哪里去了？流到海里去了。所以这个海，是你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源呐！这盐商啊！算很准啊！你真是个活人眼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来，在这儿啊，拿好。陈爷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咱们也酒过3巡，菜过5味了，换个地方品品茶吧。对，我们先走了。走，喝茶。果然是富甲一方的猪啊！让侯瑞帮着找盐引，不行。他除了有把子力气外，干什么都不行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爹，我娘临终前曾经嘱咐过我，说让我照顾一下这个娘家的表兄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调教好他的。明天我就给他写信，让他马上过来帮忙。你可要当心点儿。哎呀，愿老天爷保佑吧！快把盐引找回来，要不我们家会出大事的。爹，盐引这种东西啊，它不可能出现在别的地方，只会出现在窝场。哎，赶紧把火升起来，把火烧旺点，把柴续上啊！老四，做饼子。哎，耳朵聋了你！把那边那个所有的锅都给我升起火来，这天黑之前熬不出卤了，我扣你工钱。窝主，你看柴不够啊！柴不够想办法呀！一顿饭吃4个饼，连这点办法都想不出来。你吓我一跳！你什么人？大清早的跑到我盐场来干什么？啊，在下吴文斌，给窝主见礼了。啊，客气了，客气。我也姓吴，排行老3，人称吴老三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是一家子啊！吴先生啊，这500年前呢，咱们是一家。是。你这文质彬彬的，怎么跑到我这盐井窝场来了？哎呀，窝主啊，文斌是来即墨访友的，不成想这盘缠被盗贼给盗去了。听说窝主为人豪爽，行侠仗义，特来投靠，攒点钱好回去啊。啊，这个盘缠被人偷了，怪了。咱这即墨除了神偷河六，没别的贼了。这偷你盘缠的人呐，一定是个过路贼。不管他是何方神圣，他这一出手啊，我是万般无奈，就给困在即墨了。还请窝主赏口饭吃啊。吴先生啊，这里的活儿都是累死人的一种，
你这细皮嫩肉，抬不能抬，扛也不能扛。哎呀，看你这手像富家女人似的。这养养雀、浇浇花还可以啊。吴先生，跟我来。花架子没用，把上面的账给我归拢一下。掌柜的，昨日出盐969斤。神了，就是这个账。这陈秀才啊，吭哧半宿，还喝了我一壶春芽。你这放个屁的功夫就把这账给算出来了，夸奖夸奖。行，就是你了，留下来给我做账房先生。多谢窝主收留啊！哎，先别急啊，我把丑话说在前头。别看你是账房先生，挣钱不多，和熬盐的盐花子是一个价。一日3餐也不例外，一律是虾酱饼子、五谷粥。再次感谢窝主，多谢窝主收留。吴老三呐，吴老三，池大掌柜。哎呀，池大掌柜，哎呀，这么一大清早到我这儿来了。都说这贵人不踏贱地，我这儿可没什么好茶招待你啊。来看看你呗。我说老三呐，听说你这2年真是发财了啊！这个去年呢置了6亩半地。今年又翻新了老房子。老三呐，明年你干什么呀？明年是不是要找一个小老婆替你热热被窝啊？池大掌柜真会开玩笑啊，把自己想做的事儿都安到我头上来了。你到我这儿来，有何贵干呢？想买盐。怎么没盐了？这好办，我找人筛一簸箕给你送家去。我想买的盐数量可很大。很大？要多少？你有多少我都要。拿来。钱有。不是钱，盐引。只要你有盐引呐，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。虽然没有盐引，但是钱我可以多给你嘛。哎呀，池爷，你开玩笑呢？别看咱这窝厂是破破烂烂的不起眼，可咱这买卖呢，在皇上的账本上都有明细。这自古以来啊，盐铁这2样都是朝廷把持着，盐引是官府的凭证，没有那东西，别打盐的主意。哎呦，你现在口气越来越大了啊！张口皇上，闭口朝廷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是吧？师爷，我还真得把自己当回事儿。这朝廷的盐道是4品，到了我这窝厂呢，我顶不济也是7品。这没听清楚，你大声点。跟咱县太爷一个衔儿，只不过他有顶戴花翎，我没有，是无冕的官儿，跟咱县太爷啊是一般大小。谁呀？谁跟我官儿一样大呀？老爷。他说的啊？是吗？他是这么说的吗？对啊，他刚刚跟我说的。他说，他的官比你大。你说的对，他的官衔是比我大。有一会儿在那个大河东的水漫桥上，他挑了一袋盐过来，我赶紧下桥让给他。一直等他挑着盐过了河，我才敢回到轿里。是不是吴大人？吴老三官比我大，那你的官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啊？不，这一介草民不敢跟你比啊，不敢跟你比啊。那我问问你，你来这干什么呀？买点盐，这个过日子嘛，过日子没盐不行了。我可听人家说了，你家仓库的盐能炖2个长月啊！还有人咒你，
说要用你家囤积的盐把你给腌了，就像腌咸鲅鱼一样。当时我就琢磨了，咸鲅鱼好吃，腌吃腰子什么味儿？肯定很难吃。知县大人嘴下留情啊！您这什么人呢？这么恨我呀？你看看吧，人家才是来买盐的。哎，吴老板。哎呦，这么巧，你也来买盐？哎呀，没盐吃不下饭呐！啊，那个什么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！你们聊，你们聊。那咱里面说话。姐，来。吴老板，您到这厢有礼了。不敢，我吴老三只不过是个盐花子，哪敢受华道长大礼呀？华道长，我有一件事不大明白，想向你讨教一下呀。你看看你这话说的，啊，咱俩谁跟谁呀？说讨教见外了，有什么就说吧。啊，据我所知啊，葛洪老神仙不光是盐业的祖师爷，而且还是你们道教的祖师爷之一。那么我就想请问，你今天拜的是盐业的祖师爷啊，还是道教的祖师爷啊？这个拜道教的祖师爷，太清宫我已经拜过了。既然到了这个造盐窝场了，那当然拜的是盐业的祖师啊。怎么，吴兄，我这个礼数不周吗？啊，不，我就是奇怪啊，我就说你作为一个道教的传人，为什么要拜盐业的祖师爷啊？天下百味，盐为先。如果没有祖师爷创造的制盐法，那我们怎么能够识得这百味之首呢？我觉得吧，不仅仅要拜祖师爷，连这个窝主、这个盐工都得拜。如果不拜他们，我们吃这盐不就昧心了吗？你说呢，知县大人？啊，对。哦，我去买盐了啊。太清宫的盐是定量供应的，不用盐引。是。华道长，请老地方去取盐吧。吴老板，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老爷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吴老三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攻击私盐贩子！老爷，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你就是借我几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啊，那可是死罪啊！那我问你，前些日子你可放过盐？是啊，放了。朝廷的年例3000担，上好的白花盐。可有盐引？有啊，没有盐引，我哪敢放啊？谁家的盐引？刚开始我以为是孟记盐行的，以前咱这窝场历来都是给孟老爷供货的。后来细看，感觉不对，那盐引上有盐道的官房，我还问来着，这提盐的官差说，今后朝廷的年例就由盐道来提取，不再有孟记盐行的盐引了。不再有孟记盐行的盐引了？啊，你那意思，孟家的盐引不管用了？老爷，我可没这么说。那3000担盐没了，不见了啊！老爷，那可不关我的事啊！不关你的事，盐可是你放的。是啊，我是秉公办理啊。告诉你，现在朝廷派了钦差，马上来即墨追查这3000担盐的去向，查来查去，最后一定查到你的头上，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呀！啊，老爷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替你想了办法，从胶着湾其他的盐场
调了3000担盐，先应付钦差，等事儿缓了之后，再把盐还给他们。老爷，3000担盐不是小数目，你现在可以拆东墙补西墙，可是这账面怎么办呢？账面，账，那人是干什么的？新来的账房先生。账房先生，吴先生，哎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吴先生，哎，这是咱们县太爷。哎呀，见过大人。账房先生，会捯饬账吗？捯饬是。不知道大人要捯饬到何种程度？就是捯饬到别人看不出毛病。大人，只要你给我胆儿，我就会。事关重大，可得守口如瓶啊！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还有吴老板知。聪明。您请。啊，吴大人要走啊？你先忙着，我先走一步。哎，且慢且慢。刚才啊，你问了我一个问题，现在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。吃幺蛾子，想下套。哎，小心眼儿，我能给你下什么套啊？这样，问你一个熟悉的，关于官阶的问题。啊，问吧，这个我门儿清啊。刚才你说了，说这个吴老三的官比你大，是不是？就算是吧。啊，那在这个盐窝子里，还有没有比吴老三更大的官？那就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你再想想。我再想想。严是他的衣食父母。官大的做官教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那当然。哎，来啊，让严大人上官教。好嘞。你个牛鼻子老豆！不许骂人，说话算话。这其中的道理有3：一，你是父母官呢，爱民如子，理应排忧解难，送盐上山；第二呢，哎呀，你就这么大这么大小官，你好意思在严大人面前？第3，咱俩是不是好久没见了？跟我走走路，上山喝杯茶聊聊天，多好啊！我自认为是个聪明人，但比起你来，我还差得很远哦。哎，你谦虚了。来啊，请严大人上轿。哎，好。哎，慢一点啊。哎，好，起轿。走。哎呀，爱民如子啊！恭送，恭送，恭送。哎，今天这怎么了？这老子的盐成香饽饽了。这几幕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光顾我的窝场了。吴老板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见你吉言啊，好好干，干好了我给你涨工钱。谢东家。对了，我得去给祖师爷上香了。哎，啊，好。杨捕头，杨捕头，不好了！杨捕头，杨捕头，不好了！别慌，说吧。一个大官住进了我们的驿馆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干什么的。大官？多大的官啊？文官还是武官呢？穿官衣了没有？没有穿官衣，我找了个理由进了他们的房间，里面是有官衣的。那官衣的补子上绣的是飞禽呢，还是走兽？像是一只鸟。哈，那是文官了。什么鸟？我也认不出来，好像是，也不知是麻雀还是乌鸦的。呸！带官衣了没有？见到了，我是趁他们不在的时候偷看的。哦，他们不在的时候。他们一共几个人呢？原来有2个人，所以走了一个，还剩一个。哦，
你不是让我留意住店的可疑人物吗？我觉得这两人行踪可疑，就来告诉你了。哈，你做得好啊！哎呀，大官儿，莫非是暗访的钦差？杨官，快带我看看去。啊，是。迟大掌柜啊！哎，还叫我大掌柜啊？该叫我老泰山喽。嘿嘿嘿嘿，我这不是还没和凤娇小姐成婚呢吗？哎，啊，办完彩礼就可以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现在败落了，我爹的盐池啊，全给毁了。现在呀，我们是连家产都没了，就连什么佣人呐这些的都给辞退了，今非昔比了。哎呀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！哎，可是活人不能被尿给憋死啊！这么说啊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啊？其实呢，哎，做生意啊，它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没个10年8载是不行的，这买卖赔本就是一眨眼的事儿，啊，就像你爹一样啊，那些个盐池啊，一场暴风雨，砰，就全都毁了，盐商变成了叫花子。哎，若水啊，我对令尊很同情的。哎，你别说那些了啊，就直接说有什么好办法吧。我是这样想的啊，虽然呢，你家道中落，但是吧，哎。我们不能被别人小看，所以我们两家可以联手一起做盐商。你把家中的盐引拿出来，让我来经营，你不用出钱的啊，1两银子都不用啊。到时候呢，你只管坐等分成，3、5年后啊，你就发财了。到时候你就又可以自己来做盐商了，是吧？哎，我女儿呢也就做了盐商夫人了，这样多好啊！这主意太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就光这主意，最少就值100两银子。哎呀，不过呢，在官府那块儿，你没有注册和备案的，万一他们查起来的话，你可是要坐牢的。哎，咱们用的可是你孟家的名号啊，我只是实际经营嘛，对吧？啊？哦，我听懂了。你这是要把官盐当私盐卖，到时候作奸犯科的是我跟我爹。如果我们俩锒铛入狱的话，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们送2顿饭吧？啊！哎，你这孩子啊，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我怎么能那样做呢？我是为你好啊！哎，如果你把盐引交给我，到时候呢，我们在一起好好的商量商量。你和我女儿的婚事，把这事儿定下来。等到明年春天，咱们就风风光光的办喜事啊！迟大掌柜，做你女婿啊，真是太风光了。不过这事儿啊，有点大，你得让我好好想想啊。哎，我表哥来了，告辞。伙计。哎，兄弟，一接到你口信儿，我可就赶过来了。表哥，都说是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你来的真是太及时了。哎呀，那还用说？不过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咱边走边说吧。好。亚麻头这边，就这儿。亚麻头，你看，没错，就这间。即墨县捕头杨万增求见大人。
杨捕头，有事儿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？要不是医馆的伙计过来禀报，属下还真不知道大人已经到达了本县。这是本捕头的失职啊！啊，这不关你的事儿啊，我们这是微服私访。哦，微服私访你们，大人还有随从？一个朋友顺道带来的，不过他已经走了。走了好，走了好。最近即墨地面呢不太太平啊。嘿嘿，从外地来了一帮贼子，到处流窜作案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衙门都抓了好几个贼子了。哦，大人这次出远门，身上的贵重物品，比方说官印什么的没丢吧？官印？你这么一说，还提醒我了，我得看看去。在，你看看，好好的，大胆，敢随随便便接本官的官印呐？不敢，属下不敢。哼，你们县衙在哪儿啊？带我去看看。是大人，小的这就带您去视察去，请。钦差大人，请。你先走，我收拾一点东西。是大人。停吧，落轿，停吧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木头啊，是不是我派人把严大人给你背上去啊？那好啊，那我就太谢谢你了。你还当真事儿你看我这几个轿夫累的，你真忍心让他们背啊？我还真不忍心。这样，你背，你身强力壮。你能什么时候不折腾我啊？我堂堂一县之尊，让你耍的跟猴似的。你看看你，我找机会。好了，赶紧走几步，上山我请你喝茶啊！我歇会儿，你别在这儿歇着。老爷，哎，老爷，哎呀，出事了！10万伙计！哎呀，慌什么？这儿衙门烧了，还是大印丢了？都不是，钦差来了。钦差啊？哪来的钦差？皇上派的盐道的钦差来了，大堂等你呢。我，告辞。哎，老爷，不是老爷，您慢点。老爷，去。即墨县令武安生叩拜钦差大人。你就是即墨县县令啊？不知钦差大人驾到，有事远迎，还望大人恕罪。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卑职武安生。武安生，安生，安生就好啊。你知道我这次来是来干什么的吗？朝廷差官已经传达圣旨，说钦差大人是巡视盐道，暗访盐商，杜绝私盐，惩治盐枭，还有那3000担的盐。你说的太复杂了。
除了这些，你还落了一条呢。我还要给皇上划了点稀罕的东西，什么金银财宝、古玩字画。这么说吧，只要是值钱的东西，你都给我准备好。到最后，我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，保准你连升3级。谢大人提携，卑职知得了。那就说说盐的事儿吧。你们这儿最近安生不安生啊？禀报钦差大人，卑职刚刚从燕窝子回来，亲自审问了窝主。那3000担盐是由盐道的盐引提取，是一应手续合理合法。至于他最终的下落，确实和卑职无关，还望大人明察。那盐商呢？你们这儿的盐商是谁呀？孟春德，他经营孟记盐行许多年了，是遵纪守法的商人呐。那他一定很有钱吧？几天前他是富户人家，现在破产了，没钱了。一下子就没钱了？他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，老想把这个主盐变成晒盐，就举债借贷。没想到一场暴风雨把他燕窝子都给冲了，他就成了穷户人家了。那就除了这个孟家，还有谁家有钱呢？那就得说是吃药族了。他是当地的首富，富甲一方啊。不过什么？这个人生性狡诈，贪得无厌。这不听说孟记盐行不行了，他就落井下石，想把这个孟记盐行占为己有啊。他有钱，就让他干，就让他干。听说过那句话吗？叫有钱的王八做大席。钦差大人，这万万不可。让吃药组做盐商，一不符合朝廷法纪，二不符合盐道的组织，三老百姓也不愿意啊。因为这个人，他是个利欲熏心的人。你给我引荐一下，我想见见他。是。哎呀，现在是午时了，该打尖儿了。我来到即墨，人生地不熟，初来乍到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像样的馆子没有？望海酒楼。这个望海酒楼不错，那儿的海鲜都是从海里捞出来直接下锅的啊。那就望海酒楼。望海酒楼啊！望海酒楼，我这都忘了，赶紧起来，跪了半天了，你看。谢大人。望海酒楼，好，走。望海酒楼。你说这道长一从锅场回来，就跟没了魂似的。那点盐啊，他都玩了1个时辰了，那手再腌一会儿，待会儿能下盘菜。道长，你该不会是动了当盐商的念头吧？真给你说着了，我还真想当一回这个盐商，把咱们即墨的这个盐价降一降。你还真动了凡心了。当盐商，你懂得商道吗？全即墨的盐都被吃药族把持了，你斗得过他吗？盐行的商道我是不懂，但是我可以请教老师。那个孟老先生就是个好老师。至于斗得过斗不过吃药族，我还是那句话，邪不压正。好，就算你斗得过吃药族，那本钱呢？做盐商没本钱可不行。贫道有的是道义，就是没有钱。要不你借我点儿？借你点儿啊？就是有钱我也不借给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该管的事儿。那个武知县拿着朝廷的俸禄，不管百姓的事儿，就该告他个渎职的罪名。道长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有钱。下去，你别瞧不起人啊！
我真有钱，看看，就这个，值20两。哎，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这是武知县雅集那天非逼着我出了一个对子，我出了上联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对得了下联。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就在我这儿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这对子还真厉害，这个全即墨县的人都对不上来。武知县就急了，说谁能对出这对子，就给20两，告示都贴出来了。哎呀，武知县不务正业，这些附庸风雅的事情倒是个急先锋，亏他想得出来。道长，你就帮帮小蘑菇吧，他都快魔怔了，成天就在家里念叨什么虾不足蟹不足的。这题是你出的，常言道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要不你就把下联告诉我们呗。哎，对呀对呀，道长，你就给我解解谜呗。我有了这20两银子，你不就有钱了吗？小蘑菇啊，我说你啊，死了这心吧。第一，是我出的对子没错，但是我也不一定能够对得了下联。第二呢，就算我呀能够对得了下联，我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赚这个钱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要不你有本事你自己琢磨琢磨，你要是能够对得了这个下联，你就是我们即墨县第一个没有功名的进士。